近防炮虽然被称为军舰上的最后一道防线，但实战时候的作用却远不如这个名头。射程与精度都不如防空导弹。在无人机隐身巡航导弹的时代，近防炮的作用更是被无限缩小。想要升级却又存在限制，扩大射速需要考虑炮管、供弹，精度也不能追上导弹。只是就各国的舰艇来看，近防炮不仅没有被淘汰，反而成为舰艇必备武器。这是为什么？近防炮的未来又该如何发展？在军舰的防御体系中，近防炮是最特殊的那一个，可以在较近的距离范围内自动搜寻、探测、跟踪、锁定来袭目标，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射大量炮弹，以弹幕的形式拦截那些突破军舰外围防线的目标。近防炮就是军舰的最后一道防线，大多数的国家都非常重视近防炮在军舰上的应用。比较典型的近防炮系统就是荷兰的守门员、美国的密集阵、俄罗斯的卡什坦、AK630 等等。近防炮的问世则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，彼时的水上舰艇面对的主要空中威胁就是对手舰载机的轰炸与攻击，于是一些国家的海军就开始把高射炮和重机枪搬到军舰上用于防空。二战后，随着战机、反舰导弹性能提升，射程有限、射速较慢的高射炮、重机枪在执行任务时候逐渐力不从心，于是射速高、具备快速反应能力的近防炮系统开始出现在各国军舰上。作为军舰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近防炮必须在关键时刻稳定发挥自己的作用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近防炮的研发大多数都基于一些成熟火炮技术，比如 AK630、密集阵、守门员都是采用加特林机炮设计，只是在细节上稍微不同。AK630 与密集阵都是6管加特林机炮设计，但是 AK630 口径为30毫米，而密集阵则是20毫米口径的机炮。相比之下， AK630 单枚炮弹的威力更大。荷兰守门员为了追求更高的射速，转管数量增加到了7管。另一边，德国与荷兰共同研制的 MIDAS 近防炮系统则采用了转膛的设计，不过同样是基于 BK27 机炮这种成熟产品研制。MIDAS 系统之所以没有采用加特林机炮设计，主要是因为加特林机炮从开始射击至最大射速有一个过程，虽然这个时间非常短，但是对于来袭导弹而言，依旧是一个可乘之机。不管是哪一种设计，近防炮的目的都是提高射速，尽可能编织足够大的弹幕，从而更好地拦截来袭目标。而且各国的近防炮系统大多都采用独立设计，即使舰上其他武器损毁，也不至于影响近防炮，可靠性很不错。当然，近防炮除了要射速快，还要射得准。早期的近防炮系统基本是大力出奇迹，只要射的炮弹足够多，就能拦截来袭目标。如今的近防系统更多是以守株待兔的方式进行拦截。战斗流程就是采集分析目标的运动轨迹，判断机动方式与可能航线，赋予机炮、火炮诸元，在来袭目标航线上预先展开弹幕。在计算机的控制下，雷达、传感器、机械驱动装置等会形成一个高度自动化的防御系统，可以快速搜索、跟踪目标，并按照来袭目标的威胁程度进行排序，可以优先打击威胁程度更高的目标。一些近防炮系统还舍弃了传统计算机的火控结构，用虚拟计算机代替中央计算机。MIDAS 近防炮就是如此，这种去中心化的设计使得近防炮的可靠性变得更高。至于近防炮的未来发展，主要还是看近防炮无法拦截的目标，这才是升级方向。近防炮很强，但是也有很多缺点，比如只能应对飞行高度较高的导弹，面对贴海飞行的导弹，近防炮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在超低空飞行时，多普勒效应不明显，目标雷达回波被大海噪音淹没，性能一般的雷达根本就发现不了。亚音速目标低于6米，雷达就很难锁定，超音速目标低于5米也是没戏的。不能发现，无法锁定，近防炮也就无法获得导弹的飞行数据，只能手工遥控乱打。想要成功拦截目标，有些天方夜谭。所以近防炮能否成功拦截目标，主要取决于在有效作用距离上能否发现导弹。近防炮拦截导弹属于迎击，对炮弹的速度要求不高，只要能瞄准就能击中，不存在炮弹速度慢追不上目标的情况。而且比较先进的近防炮系统只需要1到3秒的时间就能完成探测到开火的反应，所以导弹的飞行速度不是关键。
当然，如果来袭目标速度快，战斗部还重的话，那还是有一定的影响。如果近防炮能在最大有效射击距离上拦截来袭目标，那么一切都好说。如果近距离拦截时，来袭导弹的动能太高，即使发动机与制导部件被摧毁，也会对己方军舰造成一定的伤害。最后一点就是无法应对饱和式打击，这是所有近防炮固有的缺点。近防炮一般都具有多目标接战能力，荷兰的守门员近防炮就是如此，但是还不够，它无法像导弹发射系统那样一次发射数枚导弹拦截不同的目标。如果要进行持续射击，炮管发热、耐久、弹药供给等方面都会出现一定的问题。在现如今的技术条件下，以上这些都无法做到质的提升。如果从另一方面考虑，近防炮的问题就是升级方向。就以上情况来看，更快的射速、更远的射程、更先进的辅助系统就是近防炮的升级方向。想要提升多目标应对能力，首先要做的就是提高射速。对于采用转管式的近防炮而言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多加几个炮管。现在很多转管近防炮都是采用6管或7管设计，但要转管近防炮炮管的数量超过10管。就比如西班牙的梅罗卡近防炮系统，虽然没有采用转管设计，而是多管火炮并联的方式，但炮管数量达到了12根。所以对于密集阵而言，想要射得更快，那就把6管改成12管。理论上来讲，射速可以直接翻倍，每分钟发射上万枚炮弹，那就是小菜一碟。不过大家也都知道，美国很少升级密集阵，加炮管这种简单的方式为什么不用呢？就近防炮的性能而言，射速越高，麻烦越大。如果炮管想要保持较高的初速和耐热性，重量也就越高。想要驱动12根炮管旋转，需要电动机提供足够的动力，这个点并不难，问题在于炮弹的数量。高速旋转的枪管必须考虑供弹问题。如果转速太快，供弹速度可能跟不上，也可能导致只有部分枪管装填子弹，或者部分弹壳未能顺利抛出。想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最好的选择就是升级供弹方式。俄罗斯这边认为双向供弹太过复杂，选择了更简单的方法来提高射速。如果一门炮不够用，那就上2门。俄罗斯的 AK630M2 射速就已经超过了每分钟1万发，而密集阵则是单向供弹，射速还不到 AK630M2 的一半。只是想要持续开火，军舰的备弹量也是问题。俄罗斯海军每门 AK630近防炮备弹量为2000发，美国密集阵的备弹量也只有1000发左右，也就几秒的量。飞机上的机炮也是如此，备弹都不够1分钟的。就目前的情况而言，想要增加拦截速度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多安装一个近防炮。未来没有材料限制，供弹方式升级后，密集阵也可以提升射速。不过火力军估计大概率看不到这一天，美军志不在此。除了提升射速之外，提升感知系统也是重点。目前的近防炮系统一般都采用独立设计，可以试装不同的舰船。不过火力军觉得之后的近防炮可以与军舰的作战系统相连，借助军舰的雷达提升自己的感知能力。如果担心战场生存性，那么就选择升级自己的独立感知系统。比如在2021年的韩国防务展上，韩华公司和现代重工都展出了由相控阵雷达引导的近防炮，2款设计都有类似的传感器数量，包括光电传感器、4面固定搜索相控阵雷达，以及1面随着火炮旋转俯仰的相控阵雷达。自带搜索雷达加跟踪雷达加供电设备，这2套近防炮具备很强的自主作战能力，可以实现高度自动化。相控阵雷达最大的好处是可以电扫，扫描速度比传统的机械扫描快了几十倍，可以同时跟踪几十上百个目标，对多个目标之间可以做到灵活转移波数，这是相控阵最大的优势。此外，使用相控阵的话，近防炮就集成更好的导弹。就比如俄罗斯这边铠甲 ME 系统的上舰计划，2015年的时候，俄罗斯就启动了铠甲 ME 炮弹合一近防炮系统的研制，利用相控阵雷达取代原有的老式雷达，从而提高铠甲系统的识别精度，并引导射程更远的导弹。可惜的是，韩国的近防炮属于 PPT， 俄罗斯的铠甲 ME 虽然上舰，但是铠甲也不是相控阵系统。不过这条路是没错的，随着无人机集群作战与高超音速武器等新作战形式的出现，近防炮的确要与其他武器联手，才能保证舰船的安全，比如激光武器。美国庞塞号和波特兰号登陆舰已经安装了30千瓦和150千瓦的激光武器，英国也在舰艇上完成了龙火激光武器的发射，只是激光武器受天气的影响较大，独自承担近程防空的难度较大。当然，炮弹也可以进一步升级，现在的近防炮炮弹种类并不少，
比如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、高爆弹等。有些炮弹兼具直接命中和间接命中能力，能在远距离上打爆目标，也能在近距离处直接撞毁目标。比如德国和瑞士联合研制的千禧年 GDM-008 型近防炮，弹药采用了可编程的电子引信，能控制引爆时间和距离。法国的 PARID Fire 近防炮则选择了40毫米口径的埋头弹，不仅有利于增加载弹量，单枚炮弹威力也更强。随着装药量与计算机技术的升级，近防炮就可以追求更远的射程、更高的精度。总的来说，军舰上的近防炮就类似于步兵的手枪，虽然威力不如步枪，射程也短，但不能没有。至于近防炮的未来，只能说前景堪忧。受限于材料、大小，近防炮的射程与射速的升级空间有限，感知能力与找帮手才是近防炮要做的事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近防炮未来会如何发展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